大家好，披仔又来占用大家宝贵的10来分钟时间了。如有冒犯，请对着关注按钮，然后疯狂鞭笞我。先来段新闻简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2月底发布公告，声明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的出口采取歧视性的禁止和限制等措施，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 ECFA 的规定，并决定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包括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对二甲苯等12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 ECFA 协定税率，改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元旦生效。早在去年4月份，商务部就宣布了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并且在8月份初步完成了高达2509项的涉案产品调查。这里有个小插曲，原本这个调查清单里头只有2455项，但是查着查着，民进党又主动端上来54项。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相关的新闻简报。最近两岸的经贸话题热度还挺高的，虽然赶不上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吸睛，但是冥冥之中，两个话题可能会导向同一种结局。生活在余光中先生对岸这头的披仔就挺想跟大伙来一波预测，那就是 ECFA 到底会不会终止，什么时候终止？这里先卖个关子，影片结尾讲一讲披仔个人的预测。那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 ECFA 到底是个啥。2008年初，竞选形势一片大好的马英九主动提出希望台湾地区跟大陆签署经贸协议，大陆这边当然是乐见其成了。于是在马英九顺利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双方基于9·2共识的基础上开启了多轮磋商，并最终在2010年把这个协议签了。那协议的内容呢也比较复杂，披仔在这里就简单挑几个重要的点讲一下。首先是协议所涉及的产品范畴。ECFA 主要涉及的产品范围涵盖了绝大部分农副业产品以及基础化工、机械和纺织类产品。协议一生效，这些产品就进入了早收清单的范围，包括大陆对台湾地区优惠的539项商品，以及台湾地区对大陆优惠的267项商品。按照协议，这些产品最快3年就能实现零关税。当然，这里面并没有包含台湾地区比较强势的半导体产业，至少在这方面还是挺自信的嘛。当然，就数量而言，大陆方面显然让利更多。不过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早收清单所涉及到的农副业产品、基础化工、机械以及纺织类产品都是比较基础的工农业产品，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利润率比较低，并且大陆方面这些产品的产业基础都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这些产品所涉及到的台湾企业就不一样了，如果加上平均 7.38% 的进口税率，那大概率就会被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顶替了。毕竟人家正拿着 IECP 合作框架虎视眈眈，巴不得 ECFA 崩盘，好坐收渔人之利了。那到时候搞不好就是全岛今天凤梨配额拉满，明天又来一个集体啃苹果了。接下来是服务贸易方面，大陆方面承诺对会计、银行、医院共19个服贸项目加大对台开放，与之相对应的是得到了台湾方面9个服贸项目的加大开放。当然服贸协议最后面也谈崩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大陆方面显然让利更多，虽然最终让都让不出去。再来看一下劳务方面的内容，大陆的打工人是没有资格到台湾领五险一金的，相反的是，台湾的打工人倒是随时可以来大陆体验生活，顺便打份工。总结一句话就是，劳务方面就压根没谈成。最后再来看一下金融方面的合作，这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一个点，但是披仔却认为基于大陆对金融的管控力度而言，这完全就是大陆给予台湾方面最奶妈级别的照顾了，就是通过对台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甚至修改相关 QFII 管理办法，为台湾金融机构在申请 QFII 资格时提供便利。总结一句话，就是开后门起小灶。这种协议放眼整个中国历史，都能跟什么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一较高下了。
不过在感性的大陆官方看来，倒是希望通过这一纸条约来宠一宠这离家的小子，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结果 B 倒是大傻特傻了，但是结果嘛，那 P 仔这里呢就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埃克法生效以来的一串数据，大家就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来感受一下这笔买卖到底香还是不香。过去的2023年，台湾的出口总额去到了 4324.79 亿美元，进口总额是 3519.23 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了 805.56 亿美元，其中对大陆与香港的出口总计 1522.49 亿美元，进口 716.99 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样是 805.5 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陆跟香港的这波红利，那台湾只能凭本事贴钱过生活了。这还是在上半年因为贸易调查影响了整体的顺差数据。2022年，台湾地区对大陆跟香港的顺差就曾经飙到1565亿美元，直接占到了台湾地区当年7600亿美元 GDP 的 20%。要我说，这都不能简单的说成是惠台了，简直就是拿根管子直通胃里，然后猛灌满汉全席啊！改叫胃台或者灌台更贴切一点吧。P 仔曾经看到台湾某经济部门负责人讲，埃克法的相关贸易体量仅仅占到台湾地区全球贸易总额的 3.7%， 停下来貌似也无关痛痒。但是作为主管经济的部门负责人，至少应该对数据非常敏感。那么这 3.7% 的全球贸易占比，也可以换算成2022年 16.9% 的对大陆贸易占比，还可以换算成直接相关的产业当中26万个就业机会，也就差不多影响 2.2% 的就业率，更是背后26万个家庭近100万人口的生计。截止到2023年6月份，台湾地区埃克法口径的出口金额是 1923.34 亿美元，平均每年就去到了167亿美元。仅仅在货物贸易领域，埃克法给予台湾地区的关税优惠就高达88亿美元，光是拿着这笔躺赚的钱，就刚好能够付掉美国对台军售历史第一大单66架 F-16V 战损战斗机。就是这么一份台湾占尽便宜的贸易协议，却仅仅因为一个苹果就开始动摇了。是的，就是那个苹果。台湾人可以吃遍全天下的苹果，唯独不让大陆苹果进入台湾市场。当然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类似的2509种瓜果蔬菜。这种赤裸裸的贸易歧视，那就怪不得大陆出手喊卡了。当然这也只是纯经济角度的考量，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归纳到情感专题里头。那大陆也有话说啊，我每年几百上千亿的往你身上砸，那是希望你哪天能够回心转意，不是让你拿着我的钱扭头就跑去外面认干爹去了。认干爹就算了，你还各种激素各种印度神油啥的往自己身上一顿上科技，回过头来还想跟我比谁的拳头大，你想干嘛？埃克法签署那年，P仔刚刚大学毕业，正所谓中二青年重感情，也算是一路看着这份惠台协议的诞生跟执行，并走到如今的局面。P仔想借着这个时间点跟大伙聊一聊关于埃克法，两岸所有的参与者对他的看法，或许通过这些也能够看到埃克法为何会在当下面临挑战，甚至于它的未来。首先是大陆官方，前面已经提到，感性的大陆官方对于埃克法那绝对是乐见其成，没成想竟然碰到了一个情场老手，结果可能落得人财两空。接下来是作为埃克法倡议者的马英九，当初那可是吆喝的最大声的那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确实也是他带给台湾民众一项不可忽视的政绩。可惜他正是上面讲的情场老手之一啊，骑墙术玩的那叫一个溜，口号喊的比谁都诚恳，但是办起事来那股横跳劲头比谁都不遑多让。这不，去年清明还想借着回重庆祭祖来刷存在感嘛，结果直接刷出大陆一波贸易壁垒调查，给埃克法刷出事来了。所谓有始有终，也是够欢乐的。对于埃克法，蔡英文一直把它当成糖衣毒药，
小英女士跟艾克法那是极其不对付啊，当初还跟马英九来了一场辩论赛，可惜败下阵来。可是这糖衣毒药里都吃了8年了，怎么还不把它断掉？倒是越吃越上瘾了还。对此，披仔也只能表示，小英女士的嘴巴比谁都硬，身段倒是比谁都软。相对而言，披仔倒是更期待赖清德先生在任上的表现了。还没上台就开始表示艾克法是介选工具，台湾人民必须站起来抵制情感绑架。回过头，我们再来看一看民间对艾克法的反馈。首先是大陆的相关企业，大多数也就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谁叫碰上对岸一帮满级号对手。不过随着这波官方声明，以后至少不用那么憋屈了。与之相对应的是台湾的相关企业，那可真是美滋滋的躺在艾克法协议上发财，不亦乐乎啊！但是转头就给你大陆上眼药来了。第一波团战最大的受害者台塑就是被抓典型了，叫你做情场老手。再来看看大陆民众对艾克法的反馈，至少在披仔的朋友圈里，有一些是一开始就抵制的，有些是后面几年陆续开始抵制了，如今这个时间点则是全言抵制了。那么海峡对岸那一头的台湾民众是怎么想的呢？去年8月份贸易壁垒调查结果出炉之后，台湾地区有一项关于是否应该终止艾克法的民意调查， 87% 的人赞同终止艾克法，直接颠覆披仔三观。不过转头一想也对，26万个工作岗位背后将近100万家庭成员，也只能占到2300万人口的 4.3% 左右。这么一看，这投票还相对乐观了一点。在披仔的三观里，只要不是傻子，正常的台湾人都应该巴不得这个艾克法长长久久，甚至来个超级加倍。相反，正常的大陆群众理应天天骂娘了。看来披仔有必要修正一下自己的三观了。不过既然这次难得出现一个令海峡两岸全体民众达成共识的场景，那披仔倒是蛮希望它能早日实现的。正所谓谈钱伤感情，但是当感情不在时，聊聊钱这方面的正事才是当务之急嘛。所以披仔认为，在这种时候，两岸民众就应该摒弃任何感情羁绊，还是得考虑一下自身钱包在这波开团之后有啥变化比较实在一点。这个元旦礼物可以算是走出所谓惠台政策转向的第一步，不过第二步来的就稍微快了一点。商务部发言人在1月9号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相关条款和有关政策法规，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艾克法早期收获范畴中的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措施。那么3步走已经完成了2步了，至于第3步嘛，那就是影片开头披仔所提到的那个预测。披仔在这里就不负责任的无脑预测一波，大陆可能会在2024年5月20号书面通知台湾地区停止艾克法协议，还给台湾一个520宣言，然后双方贸易该咋办就咋办，毕竟曾经爱过。最终艾克法将于6个月后的11月20日正式成为历史。至于两岸未来的走向，也许正戏现在才刚刚拉开帷幕呢，你说呢？